我们国家的生日，我们的国庆日应该各党各派都要到，这样比较好吧，也比较对嘛哦。可是柯文哲作为在野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党的主席现在在看守所里头，所以我们看到黄国昌就说了这个内政部本来没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他这个赞美韩国瑜有高度，特别为我们主席瞧了一个位置，还发了这个邀请函，给了主席，也给了佩琦就是他的夫人。可是今天佩琦姐没有来嘛所以你看到黄国昌就说谁有高度，昭然若揭。我们看看报道。民众党8名立委全员出席国庆大会，还全穿上了代表捍卫正义的衣服。党主席柯文哲因为涉金华城案遭羁押，不能到场。内政部根本就没有安排柯文哲的位置。是韩国瑜院长跟他们表示不同的意见了以后，今天才保留了柯文哲主席的位置。我相信两相比较，谁真的比较有高度，昭然若揭。韩国瑜替柯文哲留下国庆座位，民众党表示由衷感谢。话锋一转，黄国昌痛批总统赖清德滥权。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上台以后，他选择的方式是不断的创造对立、冲突，甚至利用自己手上所掌控的媒体跟司法工具，作为追杀他政治竞争者的工具。做世界繁荣的推手。黄国昌步入典礼会场时神情严肃，国庆大典热闹登场，和民进党、民众党关系持续冰点，形成对比。好，你看到因为金华城案被羁押在看守所里的柯文哲，今日无缘出席国庆大典所以他的位置被保留在这里，有点稀微啦就是一个空位在这里。那我们看到黄国昌不是讲了吗？说没有邀柯文哲这个最后由韩国瑜才出面决定的。那庆筹会国庆的这个筹办委员会就说邀请对象不是内政部决定的，有寄这个邀请函给柯文哲那另外8名这个民众党的立法委员今天有出席国庆典礼，他们都穿着 Justice 的这个 T 恤这个正义这个公平这个表示说要替柯文哲来做一个声援那也可以看到黄国昌不断的批评铿锵有力的这个话语，不断的像刀子一样射出来说，你赖清德，你制造对立冲突，追杀政治的竞争者。来，真宇。其实你可以看到啦，确实从520上任赖清德上任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社会的氛围确实是比较紧张的。那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讲到他这一次的文告里面有特别讲到了，要跨党派，要跨族群，要跨世代。现在他讲的这几个要跨的点，都是现在的争端，满满的争端，相互的对立。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作为立法院总召的黄国昌老师他其实带领着8席的立法委员，其实就是做一个表态，我们要很明确的来去表态，公平正义在现在的台湾，在现在的中华民国有没有真的被落实？柯文哲到现在目前为止被媒体办案。名嘴办案的状态之下，请问一下，他的人权在哪里？被押人取供状态这样超过1个多月的状态之下，请问一下，到底办到的程度是什么？所以我相信公平正义的这块，包含到我今天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支持者，也在我们的西门町去做了一个集结。那我相信公平正义的这一块，永远都不会迟到。他也许他会晚到，但是永远不会迟到。所以我相信今天黄国昌老师他特别的来去穿上这件衣服，我们真的就是希望司法的整个体系里面，真的要还给不是只有柯文哲而已，而是每一个人他都必须要拥有他的公平正义。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现阶段从520上任到现在。整个司法体系的状态，包含到党检媒，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永远都有所谓的办案的细节内容，一直不断的被释出、被露出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呢？所以我觉得今天委员他们一字排开，团结的相间，我觉得这对很多不管是支持者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中华民国台湾团结的人来说，其实这是大家向往的一个画面。来，湘荣哥，作为。纯粹就是感觉，纯粹是个话题。那我一直相信每一个领导人，
每一个领导人都是爱好和平的，只要你听我的。那这种的和平其实都不难，但是为什么每个领导人都爱好和平？那最后都不和平，因为只要你不听我的，那就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性。所以在任何的朝野互动上面，如果不能够回到一个政治的基本逻辑，就是你到底有多少席位，你到底有多少选票。你去认知这件事情，同时服从这件事情，大家在实力的基础上面真的就进行对话，否则选举就没有意义。我们既然强调把选举当作是所有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就是选举完的那个结果，大家接受了之后，并且呢落实一段时间，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规则就是这样。但是如果选了之后呢，你是一个双少数的领导人，但是婚茶给你造，或者呢用一些边缘的手段，当这种边缘的手段，比如说是不是有把司法当作是政治追杀的工具，那个永远讲不完。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想去扣个帽说是你就是呢在追杀柯文哲，你就是如何。可是许多的事情，因为政治人物啊，经常此一时彼一时。比如说赖清德在被追杀的时候，赖清德是怎么想的？你还记得赖清德当你在党内被追杀，你那种殷切的那种几乎是呢公开求饶，拜托放过我吧，不要这样子对我，不用再用网军追杀我的那一刻，你能不能体会到今天的在野党在看你的时候的感觉？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政治上面来讲，大家就比较有互信基础的互动。今天在政治上面没有任何互信可言，大家都认为你所有的动作都包藏祸心，你讲的每一句话呢，我耳边风听了之后，我基本上都不相信你会落实。所以没有办法回到一个基本的条件。你今天在立法院你们是少数的时候，那你少数该采取的动作是什么？就照少数的规矩来。如果你明明呢是少数，但是仍然坚持我有行政权，我用了行政独裁的方式，我继续呢用我的行政独裁呢去面对你立法院，同时最后准备诉诸舆论，永远都在搞这种呢在舆论上面的煽动跟对立。那当然没完没了。台湾当下的政治的问题，不只是两岸的问题，它也是朝野两党或三党的问题。所以赖清德本身赖清德虽然在呼吁要跨，但是我总是相信了，所有的政治人物在嘴巴上面强调的东西，它都是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是，当你要跨过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告诉你的，你现在站在原地，其实什么都没有跨过去，而且都是要大家先跨。你们跨了之后呢，我再来决定是不是跟你们跨，看你们跨的好不好。赖清德的演讲的调子其实就是这个调子，看起来都在呼吁大家如何，但是你倒过来讲，就是现在什么都不是。哪位委员？我在回想啊，陈水扁先生在当市长的时候，他在审查预算之前，哇，都对这个议员呢，尤其是非他政党的议员呢，那时候有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这个新党对国民党新党的议员都非常的客气，可是预算过了那天晚上就开骂了，然后骂得很凶，这个每次周而复始。你说当时府会和不和谐？是不和谐的，是不和谐的哈。这个有人当时我看媒体的评论就说是府会的关系。陈水扁那时候是个巨人，那时候各位看看，那时候立法院的消息很少，新闻都是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的新闻。人家讲你再厉害啊，一个巨人掉到泥淖里面去，最后泥淖还是在的，巨人不见了现在我就拿这个为什么来讲，形容现在的立法院跟行政院平常讲真的是很难得看到预算被退回了好几次。我以前平常讲有没有退回有过，但是没有那么多次。这个里面平常讲就是在野党跟执政党是不和谐的。但是平常讲我们讲一个公道话，执政党是拥有所有的权利。那针对这次预算呢，我们看了很多的没有这个报纸的评论，你看当立法院通过了我的针对我的这个健保你的
要付的点数要到0.95，行政院的预算并没有编，那是在上个会期就过了，在编预算通常在定案大概都在7月底，7月那是在上个会期就通过的。针对原住民的他那个土地的这补偿款也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是好几个法，公粮收购，公粮收购，那平常讲，这个预算应该要是摆在，应该是编出来。就算你忘了编，其实也是可以说了这个抱歉，我用明年追加预算的方式，或者是我明年就一定给你补2年的差额。我觉得这样子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套，所以我期望的是明天的这个朝野和谐的这个和解饭，这个不管是饭的或者我觉得了都应该，我们都是高度的期望。是，毕竟立法院通过行政院的预算，都是用在人民的身上。当然这个预算我跟各位报告就算预算不过，所有的法治的预算通通一样的，就举例你军公教的薪水，还有原来已经连续的工程预算，那一样是进行的，只不过会被延宕一下而已但是所以我是觉得不要再去限于两院或者是在野这执政的这种斗争，这非人民所乐见。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金华城案现在演到哪里了？我会说演真的不夸张因为有台的政论节目天天都很曲折，都很有戏剧性。可是我们只看这个事实啦观众朋友，金华城案的这个朱雅虎羁押抗告发回北院重裁又被羁押了。本来他有机会，因为抗告成功，有机会被放出来，可是重裁又回去这个看守所里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退将朱雅虎发回北院这个李文忠是裁定这个羁押，继续羁押看起来这个检方的办案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包括您看到前一阵子还传唤了好多的证人所以到底这个是怎么办的呢？包括您看到陈银柱他是中台湾在中南部一带非常大咖的一位先生那他也是很多政党不管蓝绿白的政党的政治人物的金主某种程度他的政治现金给得很阿萨里嘛他的左右手还有这个包括柯竞总主任周芳如，就是他选总统的时候，柯文哲的这个竞总的主任、竞办的这个主任周芳如，以及这个陈银柱的左右手都被叫来都被检方、都被检联叫来问话。所以这个案子办到哪里？其实我说真的，不飒飒我看不懂。我们看看报道。朱雅虎认罪还被羁押，会觉得冤枉吗？9号晚上被提到法院，他因为金华城案遭收押，提出抗告成功，案件发回北院11点再开羁押庭。你看这，那委员状要先给您吗？朱雅虎是金华城案目前唯一认罪的被告。至于李文宗，因为检方正从政治现金着手调查柯文哲金流，身为柯文哲大账房的他，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让他重获自由。家庭开了近1小时，结果又逆转了。北院法官认为，朱雅虎所承认行贿金额跟范围跟其他资料，还有共犯证人所陈述的有出入。虽然部分认罪，但有可能为了避重就轻而翻供。综合其他理由，再度裁定羁押禁见，还押看守所。至于李文宗，则是涉犯贪污罪中的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嫌疑重大，是最轻本刑5年以上的罪，还有足够事实佐证有灭串证之余，有羁押的必要，驳回李文宗的抗告。好，你看到包括陈银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王令麟前一阵子也被传唤这个来这个厘清案情，帮助厘清案情，所以他问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媒体大亨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企业家金主，那还有包括柯文哲的所谓的账房贴身账房叫橘子其实他应该算是他的随行秘书，现在也被很多人揣测说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是柯文哲保管现金的那一个人，可能 USB 他也有在管最核心的家臣现在人失联了，在日本所以那个我们看到很多名嘴也都在呼吁说，橘子要赶快回来帮助厘清案情，可是北检没有传唤他所以很怪来委员。
其实现在这一波所传唤的人因为它涵盖了北部的企业界还有很多是媒体界的，那还有南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亨陈英柱等等，其实他们跟金华城的案子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他们跟金华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看起来他要追查的方向就是在政治现金的那一部分。好，所以不是还有就是在除了这个朱家虎所这个他坦诚的说他们有什么化整为零有210万就是捐到了这个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之外，然后呢现在提出来的这个讯息就是说呢，还是也有媒体集团，他利用这个人头，然后陆陆续续好像也是是不是300万忘记了，就是用了几个人头，对，好像30个人头，一个人10万，然后捐给了这个黄珊珊，当时他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政治现金，所以其实这些部分事实上是跟金华城无关。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检调他就是他的侦查的方向，事实上是要把它无限的扩大。就是你可能金华城我找不到你的金流，但是我从其他政治现金的部分继续找你的金流。那其实我觉得这对这个柯文哲来讲，其实真的是凶多吉少了。看起来检察官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觉得看起来。那另外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就说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现在看到各媒体已经快2个月了吧，那几乎你打。那个尤其青绿的这些政论节目，你打开节目虽然旁边呢在讲说未经判决因为无罪推定，可是你看它的内容大家根本就吃色行堂然后讲就一副贪污收钱绘声绘影，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也难怪为什么在之前就是像那个黄国昌他们去这个国庆大典的时候，对于这个赖清德一方面说要团结，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政治追杀。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媒体，尤其一些亲绿的媒体，我认为是完全没有节制的。更重要的 ，NCC 也完全没有在节制他们，一副就是好像装睡装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你在旁边讲一个说未经判决因为无罪推定，变成一个最大的笑话跟讽刺了。来，湘文哥。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呢，公部门呢，对于许多该遵守的公共原则，譬如说侦查不公开，第一个做模糊的解释，第二个呢，只要公开的不是对我不利的，我都无所谓。只有呢，当我自己成为当事人的时候呢，我会不断的抗议司法不公、政治迫害。那这种的态度跟老梗跟双重标准，让台湾呢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公共论坛上面的标准跟是非。这个案子，你现在问我说，橘子现在在干嘛，或者谁又是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杜聪明的曾孙女。我纯粹从一个在案子的外头的人，因为这个案子我纯粹就只看，我说都已经办到第几圈了呢？就是它已经不是蛋黄区，也不是蛋白区，连蛋壳都不是，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而且现在所有被点名出来的人，我都已经看不出来他跟原来我唯一关心的是金华城，他都已经跟金华城都已经10万8千里。那当然就是说，并不见得就是你需要告诉我今天你传这个人、压这个人、点名这个人是为了什么？可是你们告诉我，就是说今天当大家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橘子的时候，他到底跟这个案子是什么关系？我唯一呢这几天呢，我唯一比较好奇的是那个朱雅虎抗告会成功，我是有点讶异的。虽然他再被压了，但是他抗告会成功，表示当高院呢在看那个案子的时候，他觉得呢这个羁押是有点勉强的，好吧，那个是一个反复说服的过程。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朱雅虎是最后能不能够咬死柯文哲的关键的人，可是这个人抗告竟然会成功，我就觉得这个案子里面是有问题的，好吧？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需要呢去跟着媒体的节奏起舞。我只是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案子，远远都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理解，都已经9湾是不是18馆，宜兰都还没有到，那到底要绕多久呢？我觉得当你压的是一个很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的时候，办案的效率是要求的，并不是法律可以让你呢压2个月再延2个月，你就把它压满4个月。我说
当你压的是柯文哲的时候，而之前呢能够用这么的浩浩荡荡的方式，兵分多路，然后把柯文哲给框住。第一次呢还这样五保请回，第二次呢在羁押禁见这么复杂的行政过程的时候，我觉得羁押不应该太久。检方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不能够再一直拖下去，能够尽快了结，不然就是显示你办案效率有问题。好，柯文哲已经被羁押超过1个月了。来娟。对，我是觉得显然的，他真的是要找到这个柯文哲的金流，显然的是真的到目前为止没有非常一刀毙命的结果，他才需要这样的撒下漫天大网，然后呢去约谈这么多的人。那我们刚刚大家都讲了，已经不只是约到金华城，已经约到其他的政治现金了。我现在很好奇，就是说你就算到最后是违反建制现金法好了。这跟贪污还是10万8千里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检调是不是真的是没有查到关键性的证据，只好这样子撒网啊？那我觉得整个撒网看起来是真的有点荒谬了啊！就是我跟香龙有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看那个橘子啊。我还很好奇，他那个什么叫绰号叫徐子啊？是不是橘欲怀而止？是不是？哦，没有，你念他的名字念快一点，徐子瑜就变橘子了。OK， 好吧，我以为说这个橘子到了怀疑奶变成枳，所以枳鱼就是橘子。总而言之，他到底是杜聪明的曾孙女，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然后的话呢，又扯到什么？他有没有拿杜聪明的奖学金？说哦，原来他是这个他的曾孙女啊，所以当初呢，这个什么杜聪明的儿媳妇出来说他是有拿奖学金的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哦。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讲，是不是呢？这个所谓的。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所以呢，这个扁案也限制我们的想象。就是说，因为当初陈水扁的这个钱有往日本去，所以大家都觉得哦，你看这个橘子到日本去了，应该是去藏钱了什么之类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能够最容易联想到就是陈水扁那个时候的案子哦，所以你会觉得说，第一个我曾经讲到过，你要对价关系，你要有合理性的比例哦，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他的个非法的所得，新年数是200亿啦，现在变成111亿。那相对来说的话呢，他好歹他的获利哦，他的不当的这个贪污，可能好歹要上亿，对不对？但说210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奇怪嘛，哦，那所以很说为什么朱雅虎可能继续被羁押？某个程度来讲，他们可能觉得他没有吐实，因为他的这个贪污显然的这个金额还没有完完全全说得够清楚。但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呢？就可能真的没有贪污呢？我不知道。那但是说你也不能硬要人家压到说他通通讲出来为止才要放人家嘛？那不是压人取供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现在的很多的约谈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说很多东西你现在就在编故事，我真的觉得在编故事。那当然了，我觉得可能检调也觉得有苦难言，搞不好他有很多很有证据的，但是呢，因为呢讲出来又被你说带风向，所以只好不是。可是问题是，其他风向还是在吹的啊。所以我说，除了橘子之外，他到底在编到哪一出看不懂？还有陈云柱，比方说十几个里面看起来应该都是给政治现金的啦。那问题是，陈云柱一出来之后，大家就哇，这个千赌大王，什么台湾的赌王之王，然后呢说哦，这个看起来呢，柯文哲他显然介入了灰色地带。我想说，哦，原来陈云柱有关的就是灰色地带。那请问当初郑文灿拿谁的钱去澳门赌博？姚文杰拿谁钱去澳门赌博？不就陈云柱吗？那小英的这个在什么？如果大家随便去查一下，他的很多政治现金，包括他去连菲律宾募款，都因为陈云柱在那个地方有赌场，所以呢，哇，很慷慨的帮了什么忙？那这个是什么地带？是灰色地带，是黑色地带，还是金色地带？所以我就说很多故事，你会发现说，虽然检调后来约谈了3例的主播，因此那种铺天盖地放消息的状况稍微的收敛了一点，但现在就一家媒体。每次独家，就每天独家，每天呢给你一点点新闻，让你晚上可以有话题讲。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产业链？我真的要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链？那媒体要自甘堕落到这种程度吗？那检调到底在做什么？那当然了，我觉得2个月时间当然是快到了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就会很清楚了。如果常常查到这样子，已经什么人都让拉进来讲，什么东西要编一套故事，然后2个月之后你还得要申请延押，还说我查不到证据的时候，我觉得检调也得要给一个说法。周刊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认识的同业啦，我也问了一下说，你们不是说有这个柯文哲新山色的这个简讯，闲师简讯在哪里？怎么没有出来？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主菜都还没有上完，我们怎么可能会上甜点？意思是后面还有更大的料。我们进一下广告。
媒体办案，媒体点名哦，有很多的细节，其实北检并没有真正传唤某人，可是媒体看起来已经是形容的煞有介事。包括我们看到这一题，也要一起连起来讲。新竹棒球场哦，今天哦有一则新闻是宜先承揽后得标，所以廉政署约谈了新竹市市长的机要秘书，并且用5万块钱来交保。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的始末。高安去年让美国大联盟常务专家来台进行检测，透过汉创运动行销公司来联系，后来开设的专业咨询与检测服务标案，最后也是由汉创公司以176万元得标。市议会民进党团质疑市府是不是先承揽后得标？毕竟标案都还没开始，就已经先进场开挖土壤检测，因此告发新竹市府涉嫌图利。中央廉政署约谈相关人4名，其中也包含市府秘书田正宏。田正宏是公测会副总干事，借调市长室秘书，曾经担任过立委助理、政党干部，是高虹安的重要幕僚，还被明代批示地下市长。他过去曾卷入 MeToo 和性骚扰风波，个人争议不少。这个棒球场的专案也能多次看到他指挥主导。对于政府相关的一个采购都有它既定的流程跟法律的一个规范，那都需要经过这个采购法的相关程序来依规办理。经过漏夜讯问，10号凌晨，法官依涉嫌泄密等案件，裁定田正宏与另外2名被告以3到5万元交保，另1名被告则是请回。好，我们知道新竹市市长高虹安因案停职哦，现在是代理市长在这个位子上。那他刚刚上任的时候，他说他要挖新竹市立棒球场的大秘宝，记得吗？那时候林志坚在当市长的时候，不是有一些棒球选手因此而受伤，他说要挖，就挖来挖去，挖到后来发现哦，他的这个所谓的幕僚田正宏哦，可能这个发包一个这个所谓的案子，发包一个东西给一个民间团体，结果是有泄密的疑虑哦，被这个廉政署来约谈来调查。哦，感觉上这个案子也是很诡异，这个时候爆出来，来。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现在，我先综合一下刚刚就是包含到金华城案跟现在新竹棒球场，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现在对于所谓的图利这个大帽子扣到任何一个县市首长带来的是什么？每一个县市的城市发展会开始缓步进行了，因为每一个厂商都会觉得说，天哪，我今天如果去争取哪里的开发，我会不会未来就会因为所谓的政敌之间的追杀被挂上图利罪，然后让我的公司深陷一个危机？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党检媒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就是现在每一个县市每一个首长是不是都不敢再去做任何发包的动作？我觉得这要特别小心的。那我回说一下刚刚讲金华城部分哦，现在目前党检媒包含到镜周刊的这个镜检，它现在爆料的越多，坦白讲，我说真的，显示了查无收贿的事实越来越明显。那我个人认为啦，北检现阶段呢，它应该是非常的焦虑，所以不然不会这样子布下瞒天的大网，然后去收集各式各样的人来去约谈。那我个人认为啦，现阶段看起来，目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办案的进度，但是看起来似乎有一点点在乱枪打鸟，看看能不能打中什么。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刚刚有特别讲到，就是关于柯文哲的随行秘书的这个部分。坦白说，我认为现阶段党检媒如果要用追杀式的方式，让柯文哲身边，不管是柯文哲本人，或者是身边的幕僚，甚至是工作人员，都用这样子无差别的人身攻击的话，我真的认为现阶段真的已经模糊焦点到已经没有所谓的公平正义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拉回来，就是新竹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像我们这一次在金华城这个案子，我的立场也是，如果所有的公务人员都是依法行政的状态之下，你们就不要这样子随随便便给人家挂上一个大帽子，我认为这是对于整个行政体系以及公务人员最大的侮辱。好，这个廉政署说这个新竹市市长机要秘书泄密是什么事情哦？让观众朋友来厘清一下，就是不是要挖这个大秘宝吗？所以高虹安他就编了一笔预算180万说要进行这个市立棒球场的专业咨询跟检测服务标案。基本上就是去找说这个棒球场盖的时候有什么缺失哈。那他这个标案是由这个汉创运动公司
用176万得标，可是他现在怀疑这个机要秘书啊，事先就已经给这家公司叫汉创哦，可能已经先给他了，所以叫泄密，用这个方式来办这个机要秘书，大概是这样子的缘由。这个棒球场我等一下补充。那我先讲一下我们刚刚讨论前面金华城案，因为民众党今天在西门町也有一场集会嘛，那当然民众党是就抨击了，说赖清德介入司法啊，公平正义被破坏。那我看法不太一样啦，我是觉得是我们的司法单位依法办法，然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样子比较符合公平正义，还是说今天法律碰到柯文哲就转弯，比较符合公平正义呢？因为刚刚民众党包含曾宇有讲了，但民众党一直以来论述这样嘛，说哇现在赖清德挑起政党对立啊，一直迫害柯文哲。可是在我看来不是啊，因为包含例如说，在台北市议会的金华城案调查小组，最后调查小组全部调完全部资料，最后结论做出来嘛，财团特权莫此为甚。那国民党的游淑慧议员、曾宪营议员也一起签名啊，也一起认同这个结论啊，所以在我看来，大家很有共识啊。那当然，民众党的议员没有签字了，我们有不同意书，对不同意见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所以民众党一直指控是赖清德介入司法破坏柯文哲。这个问题是柯文哲事实上他就是在任内给了金华城20%额外容积嘛，不法利益可能高达111亿。所以难道检调不要办吗？难道赖清德今天出来大手一挥说好把柯文哲放出来，把柯文哲出来？难道这样子司法正义还在吗？我们全国这么多念法律相关从事业者看得下去吗？对不对？是啊，所以要依法行政。我先讲完。对，所以再来，那刚刚我们讲到检调新的进度，就是这一次扩大约谈了非常多10几位证人。那当然我们不清楚到底现在约谈到了什么东西，掌握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啊，因为现在看起来是比较跟其他政治现营有关，因为之前也有媒体报道嘛，说这个柯文哲的所谓 USB 档案里面有1500嘛，那当时也有民众党出来说1500可能是这个时间啊，下午3点。那所以有一种可能啦，我认为说侧面观察的话，有可能是假设这个档案所谓的账册里面有记载了很多其他 maybe 没有申报到台面上的政治现金，也有数字的话，那检调这时候做一个扩大比对嘛，说我确认这个是或资金流不是时间，但坦白说这个细节我们真的不清楚，所以要怎么样了解现在案情办到哪里最精准最无误方法，我们看北检跟北院还有高院的新闻稿。这些是来自公开、经过核实的资讯，所以我最后讲一点啊，就是因为从这个朱雅虎跟李文忠的抗告庭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一路以来，从最早彭正生、柯文哲羁押庭，然后抗告到高院，后来柯文哲的羁押更裁，到现在李文忠跟朱雅虎的这个抗告高院，然后羁押庭，你看出来到现在，包含台北地方法院、包含高等法院各级的庭审。大家基本上结论是很一致的，都认为说，包含我们看到这一次高院说朱雅虎涉嫌行贿罪嫌重大啊，李文忠涉嫌收贿罪嫌重大，所有每一个层级大家都一致，要么是在图利罪上，要么是在收贿违背职务行贿收贿罪上，都认为罪嫌重大。所以民众党的辩护一直是说，这个20%本来就可以给，自始至终合法。但问题是，现在从高等法院到地方法院，没有一级的法院是采认民众党的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到时候最后一审判决真的出来，那民众党可能要面对被司法打脸的问题。来，洪委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新竹去这个高虹安的机要秘书被约谈，这个是议员去告，而且这个议员呢，就是原来是林志坚的秘书啊，那么杨姓议员啊，那他这个当然我觉得有针对性。可是我不解的是什么呢？新竹大秘宝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些废土硬石头，造成我们的国手受伤，这个不是已经移送到地检署吗？请问一下，侦办的进度在哪里啊？侦办的进度在哪里？你有听到什么侦办进度吗？对不对？然后我真的会觉得，造成新竹大秘宝的移送到地检署，然后现在呢迟迟等不到下文。解决新竹大秘宝的，现在赶快办，赶快约谈呐！赶快5万块钱交保。我只是觉得说，今天检调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今天如果觉得这个标案有问题啊，你要去办，我没有意见。新竹大秘宝赶快办出来给我们看看，好不好？你不能说今天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损害，到现在也不能够去打棒球，然后还有那个国手受伤，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其实大家误会一场。都没有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办案不能够有2套标准。来，向王哥，这家公司叫汉创。2023年的时候，我还访问了他们。那访问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为了新竹棒球场，他们焦头烂额，赔了很多钱。
汉创的母厂母公司都在新竹哦，它是几乎每一次经典赛，它都是呢掏钱，甚至于呢碰到疫情还赔了很多钱。他们喜欢棒球嘛，他们对新竹棒球场期待甚高。结果呢，新竹棒球场搞成那个样子，他2023年经典赛本来是要在新竹本来是主场之一，结果没有办法办，他们只好另外去找场地，一切呢都要重来过。说实在了，就是说今天全台湾对于一个棒球场能不能办职业比赛，有资格去鉴定那个球场的公司没有几家，汉创是其中一家，我不敢说没有第二家，但是很少。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去质疑他176万，176万，你就要大做文章说好像图利了特定对象。我不管这个议员是谁，我们把这件事情再稍微的爬梳一下。当初林志坚时代的新竹市政府是怎么搞新竹棒球场？大家都讲到新竹棒球场咬牙切齿，除了棒球迷。到2022年民进党地方选举大败，跟新竹棒球场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高虹安会胜选，其实就是你新竹棒出了太多的纰漏了。到现在为止，你们都没有一点点检讨，你难道都已经忘了吧？林志坚在当市长的时候，事后林哲轩中华队的国手，第一场比赛呢摔下去之后就脱臼了，现场受伤的球员好几个。他是伤得最重的，8个月不能够上场，隔年的经典赛呢都受影响。那在当时事情呢曝光了之后，大家呢一开始不知道场地有什么问题，谁能够从场地表面看出问题呢？之后发现你根本还没有验收啊，还没有验收就卖票，为什么？因为我要为了2022年的新竹市长选举造势，所以开幕赛的时候蔡英文到。那中华职棒的在当时是蔡其昌到。那沈慧虹副市长要代表民进党选新竹市长的到，林志坚到，哇，风光的。球员受伤了之后，大家才开始追究事情，否则大家哪里知道那个球场这么大的问题？新竹棒球场8亿多，8亿呢5000多万，之后再追加2亿多，这么多的钱里面有许多是限制招标，你当议员的有没有去查过？176万，它本身的专业性，我不说你一定要给汉创或者我估计啦。汉创呢，大概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帮你做这件事情，那种事情吃力不讨好。可是你知道，所有职业运动，不管是职篮或者是职棒这种户外场地，你看不见的底下，它的标准能够看得出来的没有几个。那他们有专门办职棒的经验，你从专业的角度去要求，在176万这么小的钱上面做专业文章，好像呢图利了特定对象，还去喊告，你到底想要包庇谁呢？新竹棒球场是我一直放在心上，我还是蛮关心运动，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扯了这么久。市长林志坚选输了，高虹安呢都已经呢现在呢，因为他个人的这些呢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些钱的事情，现在都在停滞的状态了。这么久两年多了，一个新竹花了10几亿的球场，2年多没有办一场比赛，你们新竹市议员没有去质疑这件事情，没有要求检调办得快一点，赶快把那个球场整顿好，给新竹市民个打球的地方。结果你再盯了176万，要不要脸呢？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基隆市市长罢免案礼拜天登场，我们看到现在两边包括拆粮跟顾良方都在街头催票，跟正式选举一模一样。12号晚上就在罢免案投票的前一天，两边都有晚会来拼场。我们看看报道。张姓网友在脸书社团发文，po出一罐洗衣精，上面贴着不同意罢免宣传单，质疑这东西是市府崇洋敬老礼品，根本违反行政中立。但市府强调绝无夹带任何文宣，不论是同意或不同意。此发文民众是身为吹哨者贴文监督里长的不中立之行为，却被基隆市党部还有基隆市政府
威胁。而反罢免的也有人在脸书上质疑，基隆某社区回收厂有大量投票通知单，怀疑是被恶意丢弃，不让住户收到。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是有社区保全为了放信件，把住户的选举公报一层又一层搜刮放到信箱上，让清洁人员误认是垃圾就丢掉。因本案后续涉及选务等事项，已由选务机关依权责处理中。国民党全面反击，民进党多次说未介入罢免，但前市长林右昌带东岸商场社会的厂商出入民进党中常会，除了基层强力攻防，党内首长也上场。我是卢秀燕，10月13号礼拜天，我不同意罢免。投票前一天12号晚上大造势，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出席，象征北北基桃团结挺谢国良。毕竟就怕基隆罢免成骨牌，蓝营得全力守下。哎，请教委员。这个刚才把抽掉那个什么投票通知单呢？我们要我不了解那边状况，这抽掉那个人，他如果说是故意的，但是他是支持拆梁的人呢，还是支持顾寮的人？这个新闻应该要把它搞清楚一下，否则双方面都说哎呀我被欺负了，我被欺负了。我们再3天了哈，在3天这个时候票都投完了哈。这个罢免案是因为哈这个NET 他那个商场的案嘛，那商场到现在也有4个判决了，都是市政府赢。是，平常讲我是不太支持啊。任何层次的罢免，不管是罢免议员啊、罢免县市长、罢免立法委员，其实我都不支持哈。当选票，如果说他有犯罪，那当司法问题啊，那个是我都支持的。但是为罢免而罢免这件事情本身呢，哈，这个我是不支持的。当选民不管给他3年、给他4年、给他多少年，让他是去替人民去发声或者是执行公务的话，我觉得让他做完啊。我在那边也呼吁所有的政党哈，像类似这种罢免案，最好不要去挑起来。蓝轩。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说，这个谢国良为标的，甚至中间衍生出来，我觉得，曾经担任过基隆市长的林右昌在背后，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作为这个郑国会的大阿哥等等，我觉得很多一些是属于基隆在地的，可能党派之间的斗争，看起来这个复杂痕迹蛮深的。但我更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来看这个罢免，如果说这些年轻的学子也好，年轻人也好，他们认为他们在进行一场街头的民主教室、民主行动的话，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民主？刚才这个费云讲到过了，他已经是有4个判决都是这个市政府赢。好，所以民主的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只脚叫做法治，就是你到底尊不尊重司法的判决，或者一些相关的行政的判决，就对你来说，你认知一件事实的是非真理或者道理在哪里，对你来说在不在意重不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谢国良的任期，他从2022年11月开始当选，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如果说你说有任何的犯罪事实、贪污事实，因此你去罢免他，但他没有，你去我觉得他做的不够好。那请问，那如果你觉得他做的不够好，所有民调在后面的县市，通通都要罢免吗？你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叫做所谓的民主吗？就罢免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当中需要被运用到？它是在一个民主没有办法被满足的状况底下，选举没有办法选贤与能的状况底下，因此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解决的手段。但是你可以等到他任满之后去投票决定，我不要投给谢国良啊，不是吗？他在连一半都没有做到的状况底下，你没有个任何证据的状况底下，你觉得我觉得他做的不太好，可是我要罢免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民主思维？来。对，因为刚刚前面我们新闻有带到了，就是有这一个是基隆市府发的重阳礼品里面有反罢免文宣。那如果是只有这样的状况，那就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嘛。当然基隆市府是澄清说没有，对，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支持者啦，因为基层支持者有时候很热心啊，他例如说去里办当志工，他自己给你夹带。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罢梁或顾梁，其实都还是要跟自己支持者呼吁啦，就是选前投票就有几天要小心不要触犯选罢法的问题。那这段时间当然这个罢免有很多政治上
攻防了。那我觉得重点是这是一个基隆市的公民运动。那不论是大家站在批判谢国良市政角度，觉得你台风风灾的时候处理不好，或这段时间谢国良也找了很多他的朋友来帮他比战，来帮他说明他的成绩。我觉得重点就是不论支持还反对，这个礼拜天13号，大家要站出来投票，让你的声音最后透过选票呈现出来，这是民主的可贵。洪薇委员，因为10月13号就投票日，今天开始是最后3天的冲刺期。那今天早上我也去陪谢国良，我们有好多委员都去陪他，他现在就开始全面的肯托。那谢国良也是说，其实他也呼吁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大家不要触犯法律。那么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在整个民主的常态里面，谢国良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他没有任何司法案件，他没有贪污，他没有图利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就要罢免一个市长，是大家选超过半数把他选出来的一个市长，我觉得这是违反民主的常态。我想罢免权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防腐机制啦。那如果说今天的罢免，如果今天谢国良真的有做出什么样的重大缺失或者重大问题，那我当然是觉得这个民主运动可以执行的。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是一个政治报复的工具的时候，我想那就不是民主的可贵，而是民主之耻了。来，湘荣哥。其实大家看这个罢免之者会觉得很无聊，就是你浪费掉多少大家的精力跟精神。你要罢免，你要怎么样？其实公民权都 OK 的，但是我也讨厌动不动都要用了公民权、公民团体、公民权利义务呢去包装公民2个字，现在对我个人来讲是个 dirty words， 听到就很反感。那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到事实的基准点，也不要假装哪一个党呢有没有在背后动员呢，在支撑罢免，大家都不要装，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正面对决。只是要耗费这么多的民脂民膏，没有更重要的事嘛？何况就像刚刚的委员讲的，所有之前你所指控的对着指控的内容，在司法当中你全败了，那你还罢什么呢？是这个10月。